你就是陈世美转世，我咒你不育不育，幼儿孙满堂。喂，你是谁啊？这是正八经停车场，都有监控的。我警告你呀，在这里少管闲事。这是我前男友的车。喂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不好，保安来了，快跑快跑！你等等，车又不是我划的，我跑什么啊？再说了，还说什么呀？你这里是不是有问题？车现在已经划了，我跑了，剩下你在这里，你能说清楚啊？不，你俩别跑。老郑，你去哪里了？你车被划了，刚才保安给我打电话，我直接报巡捕了哈。打完电话没有？快过来吃啊！强子，你先不用报巡捕，等我回去再说。老郑来燕京这几天一直和我在一起啊，什么时间出去霍霍人家姑娘啊？来，快尝尝，这家的烤串可好吃了，不用说，看你表情就知道你第一次吃。对了，你说你划前男友的车，为什么啊？她就是一个重生的陈世美，我拼命的打工，只为了能让她顺利的考研。结果呢，她毕业后找到了好工作，直接跟老板的女儿好上了。你说那辆车是你前男友的，那他现在应该赚不少钱吧？毕竟那辆车可不便宜。他赚个屁呀！那辆车就是他当小白脸得来的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画的那辆车不是他的？不能吧？颜色一样，标志也一样，就是后面多了一块。对，多的那个叫尾翼，应该是他后加的。亲爱的，这就是你跟我提到的前女友吧？哎呦呦，你以前的眼光也太差了吧！她本来就是个打工妹，哪能和你比啊？这个男的是我说的那个小白脸，帮我个忙，你假装一下我男朋友，拜托了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就是前夫哥和上位姐吧？一起坐下吃点呗。娜，没想到你的动作也很快吗？不过就找了这么一个跳梁小丑，是不是有点寒酸了？亲爱的，你说有没有可能，你女朋友一开始就把你给绿了？我说这位姐姐，你应该都转正了吧？怎么还把人家当成竹海呢？这老三当习惯了吧？是不是一时改不过来了？小子，你说什么呢？亲爱的，没必要生气，我们先去参加龙兴地产举行的商界交流晚宴。好啊，亲爱的，我们走吧。你刚才说龙兴地产在燕京有个交流晚宴，就是山青的那个龙兴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没错，你不知道太正常了，能去参加的可都是我们燕京市的上流人士。龙兴地产是吧？那我们晚宴上见。就你，我懒得和你们多说废话。亲爱的，我们走吧。这下好了，丢脸丢大发了。这种商业晚宴在哪我们都不知道，更不用说进去了。别担心嘛，龙兴地产有个保安我特别熟，我去打听一下。海滨，今晚龙兴地产在燕京有个晚宴，还都是什么上流人士？我都忘记你去燕京了，那个晚宴就是西城区那个楼盘，有几家合作商一起让他们聚，以后工作交流能方便一下，没啥。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也去。就几个合作商聚会，你也过去？你去干什么？小事，我就是去装个逼。我让那边的负责人联系你，需要怎么安排，你和他说。哎呦呦，这是怎么了？你那个打工妹真的来了？肯定是那个狗洞没堵好，爬进来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？我刚得到一个小道消息，龙兴集团的郑天和郑总要亲自主持这场晚宴，马上准备一下。你们要是给我把这2个亿的项目搞砸了，有你们好看的。还有，别和这些什么阿猫阿狗的在一起。郑天和郑总就是那个和叶松一起发家的那个。没错，就是他。我明白了吧？你就放心吧。听到没？和龙兴地产2个亿的合作项目，而且是长期合作，而你在我面前连条狗都不如。你说谁连狗都不如？老娘的人你也侮辱。怎么回事？王经理，你来了。这个人辱骂咱龙兴地产，我让他闭嘴，他竟然打我。郑总，你没事吧？你知道他是谁了？他就是龙兴集团的郑天和，郑总。郑总，刚才就是误会，是误会。是啊，郑董都闭嘴，在座的都听好了，以后谁要是再和这种阿猫阿狗的合作，就是与我龙兴集团为敌。你好，哪位？叶松，我李佳楠。清大的李佳楠，有什么事吗？叶松，我好害怕，你能不能来帮帮我？什么事？你说吧。你能来一下吗？我求你了。叶松知道，在清大时，团团最好的朋友就是正在给他打电话的李佳楠。可如果有事，为什么不打给团团，却打给自己呢？你把位置发给我。挂断电话，看到李佳楠发来的地址，叶松思索后拨通了李团团的电话。喂，老叶，怎么了？
刚才李佳楠给我打电话，具体什么事没说，让我过去一下。你现在在哪？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佳楠出什么事了吗？可我正在学校接月月放学，你先过去吧。可他的地址是……老叶，我先不和你说了，月月出来了，我去接她。我只是希望你能第一时间把自己遭遇的事情讲清楚，而不是在这里哭。叶松，你以前也喜欢过我对吗？只不过最后你在我跟李团团之间，你选择团团对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我能和你达成恋人关系，就是你不需要负责，就可以让你随叫随到的那种。叶松，咱们当了4年的同学，彼此也算知根知底。我到现在都没有和任何男人接触过，如果你不相信，我可以跟你去医院做检查。我想你应该找错人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可是我真的很需要钱，我不跟你谈恋爱，你只需要给我钱，不用对我负责，我也绝对不会再有其他男人。1分钟说清你遇到了什么事情，其他的多说一句，我立马走人。你和团团知道的，我有个弟弟，他因为不喜欢读书，所以上完初中后就不继续读了。他吃不了苦，也不愿意上班，这几年在家里一直是我爸妈在养着他。大概半年前吧，我爸妈给他说了媳妇，可结婚需要钱，乙方要求在镇上买套房子，还要给彩礼，加起来总共得花50万的样子。我爸妈没钱，于是跟我要，如果我拿不出来，他们就打算随便把我许配给谁都行，只要能拿出来50万就好。然后呢？很可笑，对吧？他们想给我弟弟娶媳妇，唯一的办法却是卖掉我这个女儿，就好像他们当初之所以生我，目的单纯是为了把我当成一件从小养大的商品，只等着瓜熟蒂落，便可以变现了。说到了这里，李佳楠苦笑了下，非常坦然地和叶松对视了起来，接着说道：我才刚毕业，怎么可能拿得出50万？家里那边又催得急，如果我不想办法的话，我爸妈是真的会将我卖掉的。到时候买了我的人，肯定会带着亲戚直接跑到山青来抓我。你或许会奇怪，为什么面对着这种事情，我不能报巡捕？因为报巡捕根本没用，那是我爹吗？巡捕只会以调解为主，其他什么都管不了的。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其实只有2条路，一是我能出国，或者去一个让我爹妈永远都找不到我的地方；二是我给他们一笔钱，彻底的买断他们养我这些年的情分，否则的话，我就要永远被他们吸血，直至把我逼死。我可以死，但我真的不甘心。然后呢？我选择凑齐50万，可我确实拿不出50万，即便是想从银行贷款，银行都不可能贷给我那么多，我又没有抵押物，所以我只能选择高利贷。也就是说，你借了50万的高利贷，但现在还不上了，于是就想找我帮忙把高利贷还上，是吗？对，因为这高利贷一开始跟我说的是一切按照法律规定的走，可他们要求我签订一份虚假的借贷合同，合同中标定的借贷金额是100万，利息24%，也就是1年要给他们24万的利息。他们会往我的卡上打100万，可在打完款的第一时间，他们就会要求我跟银行预约，取出其中的50万返还给他们。也就是说，标定借贷金额100万，实际到我手50万，利息则按照100万的利息进行支付。我对此提出过异议，但他们那边说他们都是这么操作的，并且让我放心，说1年24万的利息已经很高了，他们求的是财。我虽然还是担心，可我爸妈那边实在是压得太狠了，甚至已经开始跟别人接触，想把我嫁给隔壁村一个傻子，因为那傻子家能拿得出50万，没有办法，我只能签了借贷合同。然后高利贷的人不讲信用，实际操作和他们答应的完全不同。对，他们一开始说好的只算50万本金，1个月刚过，他们却又跟我说没那回事，必须按照100万本金还，这些钱我怎么可能拿得出来？结果他们就开始派人堵我，也不动粗，只是明里暗里的威胁我，暗示要让我去夜总会上班来偿还这个钱，或者去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不是什么大事，你不用有心理压力，看在清大同学的份上，我帮你处理。此时的叶松也回想起重生前被天天催债的日子，正当莫名感慨的时候，敲门声忽然剧烈的响了起来，声音听起来无比粗暴，外面的人就像是要把门当场拆了一般。敲门的同时，还伴随着大量的污言秽语，清清楚楚的从门外传了进来。新的游戏开始了。